欢迎回到亚太一传统乐之 Z 世代特别节目。住在旧金山的陈欣宇3月参加了《我是炎黄子孙》演讲比赛第1名。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少女，如何精通中文听说读写？来自劳工阶级家庭的陈欣宇，如何在富裕的私立学校不卑不吭崭露头角？一块来听她的故事。让我们炎黄子孙继续为了世界做出贡献吧！我骄傲，我是炎黄子孙。演讲铿锵有力，字正腔圆。16岁的陈欣宇是在旧金山土生土长的华人。他3月参加由海外炎黄文化传承基金会举办的“我是炎黄子孙”青少年中文演讲比赛，获得高年级组的第1名。当时就是我中文学校南侨学校的校长戚校长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希望我参加。然后当时虽然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还是就想想可以去学一下东西啊，来锻炼一下自己，勇敢一点，所以我就打算去了。然后参加了，感觉挺好，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听说读写，陈欣宇对中文历史以及文化也特别感兴趣，演讲稿就是他自己写的。因为小时候呢，就是在中国的也不是中国的环境，就是学习中文的环境长大。虽然在美国长大，美国出生这样子，我还是会就父母会教给我一些中国文化的知识这样子。所以，当时写作文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中国4大发明啊，还有4大名著那一些大概的一些信息这样子。然后也去过中国，看过很多的建筑，然后当时就想把中国的雄伟壮观啊，就特别美丽的东西来写在我的作文里头。陈欣宇将他的中文水平归功于不会说英文的父母。对，因为父母不会说英文嘛，所以我要用中文跟他们沟通。然后小时候妈妈就说，我以前拿一张报纸，然后就会指一下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字怎么念。然后就是我觉得反而父母不会说英文是一种礼物，因为让我现在可以用中文跟英文跟所有人沟通，然后就可以跟更多人的沟通，不仅仅是美国人啊，或者仅仅是中国人，都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交流一下，然后也可以帮助到别人。陈欣宇目前就读于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高中，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由于父母都是打工阶级，陈欣宇说，在非牟利机构 Breakthrough 的帮助下，申请到助学金，才能在这所高中就读。因为从小父母也就分开了，然后就是妈妈一直在支持我的学业，然后就是从中学我进了 Breakthrough 这个机构之后，他们就推荐了私立学校，然后他们告诉我们有助学金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来读，然后后来就很幸运的进了我的中学。我在那儿就是一个全女子的学校，然后就在那儿读了3年，然后之后就是当时来看我现在这个学校的时候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High School 就觉得这个学校很棒，然后他学业也就是能够超越自己啊，然后有不一样的机会，有艺术啊，有体育啊，都可以尝试。然后当时就努力的申请，然后就很幸运的进了这个学校。因为受到 Breakthrough 这个机构的帮助，陈欣宇上的高中也在 Breakthrough 担任义工，协助跟他一样有志上大学的青年。此外，他在学校也相当活跃，是羽毛球队的队长，还参加校刊编辑、无伴奏合唱团 A Cappella。他说，虽然母亲是打工族，但是对他的栽培从不吝于付出。他还学习舞蹈、弹琴，勇于自我挑战。我现在的人生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人只能活一次，那人生只有这么的短暂，那就一定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做掉。然后就是，如果你想做的事情、你的目标、你的梦想需要努力的话，那就要在我们这个时候来付出相当的努力。然后就比如说，我想给父母一个良好的生活啊，也想自己以后去追梦，所以我现在就努力学习这样子。然后就是，
我相信你只要付出了努力，你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梦想。然后就是如果你可能有些迷茫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身边新的事物，可能会发现自己新的爱好啊，就可能会爱上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机会，不要浪费掉那些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尝试没有任何的害处，所以加油。5月是亚太裔传统月。去年8月，一项针对全美亚裔美国人的调查显示，18到24岁的亚裔美国人只有19%完全认同自己在美国的归属感，尤其是疫情期间发生的仇恨亚裔暴力事件。对此，陈欣宇说。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群体，比如说 AAPI 的那些社区啊，都可以帮助身边的人，然后可以支持，可以让亚裔们聚集在一起，群众的力量来抵抗这些不公平的事件。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亚裔这样子的。都是十分有效。广告之后继续收看亚太裔传统月之 Z 世代特别节目。